这个炭烤的真慢。又想什么呢？若此番有命难归，我便同你一起上岛，做个上门女婿，好不好？说什么疯话呢？这天下想担大任的人太多，有自知之明的人却又太少。若非如此，也不至于乱成这个样子。我就不掺和了。想来想去，除了黄龙岛，这天下好像没有第二个桃花源了。你说的是真心话吗？嗯。你说呢？真受不了你，坐个牢，每天这么多人送吃送喝，比做衙还要惬意。这本来就是衙，还是朝廷里一等一的大衙门，御史台，肃正朝纲，纠合百官。那历尽门外肃正台，武皇时候是多少文武百官闻之色变的地方。好像有客来了。金贵兄，九郎兄，哈哈，自有天子诏谕以来，九郎君可谓是最嚣张的侵犯了。那君贵兄也住2天，嚣张嚣张。哈哈，大可不必。哎，去拿副碗筷。可谓是替吴越前世押对了宝。死了这么多人，就为了一个保局吗？天下如棋，天下如局。我等这辈活在这世道下，原也没有其他路可走。我一个平日里连文书都懒得看的小子，这天下事又与我何干？难道吴越不在这天下里？吴越国主是我家王兄，我虽挂了个衙内都指挥使的差事，不过是循例而已。晋国大事从来不肯一文。这汴梁城里谁做天子，与我这个闲散番子又有何干系？九郎是不愿向刘令公称臣。我刚不是说了吗？吴越国事我说了不算，便是称臣，也是我6哥7哥来称，轮不到我。令兄称臣，已由水丘使君代行了。那君贵兄此番来找我干嘛？吴越是吴越，九郎是九郎。天子逊位，迄今已有越语，而太原方面
刘灵公迄今未敢称帝，九郎可知是为了什么？兵马不够，粮秣不足，契丹太强。哎呀，他爱称不称。刘灵公迄今未敢称帝，是为得天下人心。那君贵兄跟我说说，如何才能得天下人心？水丘使君带令兄举吴越12州之地，10万余甲士向刘灵公称臣，这声威不可谓不盛。然则这些也抵不上九郎你的一句明白话。我？你还当你是原先的九郎吗？难不成住了1个月监牢，我便不是我了？你伤了张燕子，那又如何？九郎兄，你每日有这么多人给你送来桌上的这些饭食，这便是天下人心。你可知桑相公殉身开封府是为了什么？天下人心。桑相公殉身是为了让契丹主知晓，这个天下人心向背，是为了让契丹10几万大军知道，中原军民与杜重威、张彦泽这等残兵掠主之贼不共戴天。京师上下皆恨不得食其肉，寝其皮，可真敢当着契丹天子的面亮了刀呢？唯九郎一人耳。所以现在，你便是天下人心。经历了亡国之恶的赵匡胤，他深深地明白，像刘知远、郭威这般位于云端之上的权臣节帅，要权衡的利益就太多了。河东之外还有河北，京师之外还有虎视眈眈的契丹大军。冯令公毕竟手上无兵，能做到如此地步，已是意外之喜。大王坐拥河东12州兵马钱粮，带甲10万。要是等到京师那边见了分晓再去摘果子，岂不为天下人所笑？文忠，敌情如何？永德见过太尉。太尉，这位是？这是步军司新任斥候衙衙刘金业，也是某新收的零陵一孙。有北面的紧急军情，我禀告大王。开门。耶律踏烈不在营中，禀令公，是。你由何而知？亲耳所闻。这小子扮作西奴，在灰水河大营中盘桓了月余。你会说西语？回禀太尉，末将出身边地，北面的番话自幼便说惯了。都会说哪些番话？党项八部的羌语、契丹话、西语、黑山族谱，都能说些。这等人物在步兵司做番子，却是大材小用了。他是林州杨洪信长子，抚州的佘三郎拿了去做女婿的，并非寻常番子。耳听为虚，你是如何知晓真伪？末将亲眼所见，故而知道是真。你怎知来人
便是上京来使。来者是萧思文本人，早先曾为使往来于林府之间，末将认得他。赏他个副都虞候，这等大功，那便是都虞也赏的呀。还不谢过大王恩典？末将谢过令公恩典。下去吧。大王，大事可成了。这南边张彦泽重伤，北边走了耶律踏烈，这不是气运，那什么是气运？萧思温亲来回水河，宣走踏烈，是上京城出了大事。能一道文书将踏烈这种重臣大将宣走的，举藩契丹国中也不过2人而已。一个如今在南面京师徘徊犹豫，那便只剩一个。契丹太后恕律师，先往京城派个人去。是官人心，向契丹主称臣。太后把云州的踏烈调回上京，这是在提醒陛下，该北归了。南朝大事已定，臣请陛下回师。汴梁这边总该留一个能做主的人。陛下若不一力杜某，太原刘知远便是不二人选。臣请陛下速做决断，以安内外一句。便是恩上金花银枕，也得选个想睡觉的。太原那边到如今连道成臣的表彰都未曾送达，急吼吼的宣帝刘氏，倒仿佛国朝的天子名位一文不值，求着他做一般。陛下与我朝的颜面何存？你陛下。太原使节河东节度之使王俊奉北平王刘令公亲命入京，向陛下奉表称臣，在明德门外候召。王秀峰在明德门外。苏元熙、郭威没有请来。使团一行以王知事为首，未曾见苏观察和郭太尉。你下去吧。令公，北平王这是假的，不必理他。刘令公若真有称臣之意，来的应该是观察相国或是家父，而如今来的却是秀峰叔父。不过是虚与委蛇罢了。既是不愿称臣，为何要大张旗鼓遣使前来呢？投石问路，收拾人心。京师的人心，在冯令公，在舅妈。使君，太原使臣出宫了。可有诏命？太原令公加太师，封晋王，永镇河东。陛下，文肃，下官在。小谕开封府，与城南再设2处舟棚，不要以赈济的名义。天快转暖了。大河里的冰要开化了，募集青壮，以工代赈。是。
不公了。林公，陪朕走走。这边可以领。多谢。方氏有10万人，汴梁城里没有10万人。京畿12县，唯陈留一处陈园还算完整，却也没有人了。天寒地冻，寒门小户没了口粮，便只能背井离乡，朝着京师来讨口吃的。这才刚刚开始。怎么讲？天气渐渐回暖，往岁今时，朝廷以划拨种粮筹措春耕。今年库房的存粮、种粮都在兵士和流民的肚子里了，误了节气，便不用再盼收成了。这些百姓当下还能在此讨口粥食，勉强度日。再过2个月，库房的存粮都吃光了，他们终归都要饿死。令公总揽汴梁军政，这难道不是令公的分内之事吗？惭愧，冯道难为无米之炊。内外库食皆在令公手中，令公到底缺什么？冯道一介昏聩老朽，食不足一盏，情不过一榻，老朽什么都不缺，缺的是他们，是天下。缺什么？缺一个朝廷，一个丰年能平价收粮，灾年能施粥赈济的朝廷，一个春时拨划种粮，夏岁修治河工，秋月积领仓石，冬日赈济寒食的朝廷。这些百姓啊，时至今日，菩萨也不能让他们活，唯有你能让他们活着。令公可是肺腑之言，你能做得到吗？蒙尘何在？陛下，臣在。小谕宫营内外，南北各臣，自即日起，大河以南，不可再打草谷。各军所需，皆要记录在案，誊表造册，上奏公帐决断。臣奉诏。令公，可否？乱兵入城，给假3日，强人破门而入，掳掠、诸帛口粮，虐杀妇人孺子，一把火烧了房子，拆了院墙，搭建营寨。令公，此乃张彦泽之罪，还是朕之罪？陛下言重了，但此时你说上一句不抢了，不杀人了，就可以了吗？你到底想要什么？谷麦30万斛，种粮3万斛，你有吗？没有。既然没有，冯道与汴梁10万军民，亦不能强你所难。但
可退而求其次。何为其次？欠债还钱，杀人偿命。你既然没有骨脉种粮，亦可拿张彦泽的性命来抵。王天光，这是在要挟陛下。陛下，若如此，杜重威恐生无策之变呢。此话有理。杜重威手握重兵，菩萨都要避之，何况是你？此乃令公的意思，还是太原留知远的意思？你若不愿为中国之主，那就将公帐从速搬回你的上京。令公还未曾回答。心怀天下之人，不会问这样的问题。倘若朕杀了张彦泽，令公敢保杜重威不反吗？不敢保，但老朽敢赌。杜重威身在腋下，老朽身在京师，无城无兵。若杜重威敢反，老朽的这颗头颅，你拿去便是。敢赌吗？今有司勘罪，查张彦泽者，攀比好财，纵掠梨树，酷猎擅杀，以害市民，纵兵为虐，无探生灵，克扣军饷，军心离散，强占民田，夺人恒产，卖官鬻爵，败坏吏治，逼反庶族，祸起无策，抗旨不尊，悖逆君命，诬陷忠良，残害贤能，荒淫无度，败俗伤风，结党营私，扰乱朝纲，劫杀使节，挑衅邻邦，大罪12，庆南山之主，不足以彰其罪，尽东海之波，未得能迎其恶，拒特大监，朕起令5刑之诛，着即荐送北市，明正典刑，祭扬名誉，告谕四方。张彦泽是契丹天子颁下明诏，明正典刑，汴梁城军民皆是见证。昭昭史册之上，将来也会这样记述。可惜了钱家九郎，一腔忠勇。乱世，人命卑贱，活着比什么都好。要舍得出来吗？不急，殿上失仪并非小罪，好生将养着他，莫要让人看到他